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本以为是烂片，没想到风过留痕一开播就炸了，刑侦剧来了个大反转。2026年一开年，国产剧市场的竞争就已经火药味十足，悬疑刑侦赛道更是被各大平台视为必争之地。无论是优酷打造的白夜剧场，还是爱奇艺深耕多年的迷雾剧场，都在持续输出高规格作品，观众的审美阈值也被一再抬高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由腾讯视频与爱奇艺双平台联播的《风过留痕》悄然上线，起初并不被外界看好。双平台出品往往意味着审美折中与风险分摊，再加上男主由龚俊担纲，不少人先入为主地将其归类为流量配置。而刑侦题材这些年频繁上新，灭门案、少女案、连环案轮番上阵，观众难免产生审美疲劳。正因如此，风过留痕在开播前的舆论环境并不算友好。然而真正上线后，这部仅30集体量的作品却迅速完成口碑逆袭。开播1小时，腾讯视频站内热度即冲上2万左右，社交平台讨论度飙升。播出4集后，不少观众已经自动切换成熬夜模式。在同质化严重的刑侦市场中，它以一种近乎冷门的切口实现了突围。这部剧最吸睛的地方是把痕迹检验这一向来冷门的刑侦分支，硬生生顶到了镜头中央，填补了国产剧里长期缺失的专业感。过去的刑侦剧大多盯着刑警追凶的紧张场面，或者法医解剖的惊悚画面，而风过留痕把注意力放到了显微镜下的细节世界，那些不到1毫米的小金属片都能决定案情走向。更让人放心的是，这不是表面文章，剧情改编自一线刑事技术警察9滴水的经历，原作者10几年的实战经验，让剧里每一步痕检操作看起来都靠谱。开局就甩出2宗大案，灭门案和少女遇害案，镜头把案件的残酷感呈现得很直接，有些画面甚至要处理，但那不是噱头，而是为了还原痕检的特殊性。更妙的是，剧不只是为了破案而破案，它通过这些案子去触碰人性和那个时代的痕迹。灭门案里的凶手并非天生冷血，而是被20年的家族恩怨和利益纠葛一步步逼到绝路，亲情瓦解与长期压抑最终酿成悲剧。风过留痕用单元案加主线案的叙事，30集里装下11宗案件，平均3集破1案，节奏紧得让人不敢眨眼。开头就双线推进，灭门案里凶手残忍却2次放过孩童，少女案里现场出现鱼鳞和烟头2条关键线索，悬念一层接一层，观众完全被抓住了好奇心。龚俊演的青年痕检师叶谦是整部剧的灵魂角色，挑战不小，但演出来的效果却让很多人眼前一亮。为了这个角色，龚俊提前跑进刑警队蹲点学习，跟着痕检员练习物证提取、光谱分析等实际操作，态度相当认真。这份敬业让叶谦身上的专业气质从荧幕里溢出来，看着就可信。剧中的叶谦是那种把物证当准则的人，他放弃安逸生活，投身一线。穿上制服那刻，眼神里就只有显微镜和真相。分析物证时，他眼神凌厉，动作稳重，专业术语脱口而出，每一帧都透着职业人的严谨。审讯时，他又变得细致入微，冷静观察，步步分析，和队长配合默契，眼神和话里有无形的压力传给嫌疑人。面对受害者家属，他能同时流露出同情和无奈，这让角色多了点温度，不只是冷冰冰的技术机器。他将年轻刑警的警觉、果断和沉稳演得真切，
很多观众也看见了他表演上的成长。从以前的古装偶像到现在的专业很简师，台词从被吐槽到现在收放自如，搭档也多了实力派。龚俊的转型看得见，叶谦这个角色确实是他演艺路上一块重要的里程碑。姜武演的刑警队长冷启明是整部剧的镇场人物，他用老练的演技把那个外表随和内心细腻的前辈形象演活了。冷启明看起来像个大哥，实则心思缜密，经验丰富。他和叶谦的搭档构成了经验派对技术流的互补。姜武把角色的层次演得很到位，刚见叶谦时那种试探性的压力测试，眼神里满是审视，让人立刻带入故事。在案发现场，他拍拍叶谦的肩膀，简单一动作里藏着前辈的认可和鼓励，这种细节很打动人。他和龚俊的对手戏火花多，二人在办案理念上的碰撞到后来的并肩作战，一老一新，一松一紧，配合自然且有趣，让剧的节奏更有看头。孙怡、贾冰、王迅这些配角也没再客串，个个都很抢镜，角色记忆点强。孙怡演的丹青最神秘，表面是霸气黑帮大嫂，背后却藏着另一个身份。她在强硬与柔软间切换得很带感，一瓶酒就能镇场。孙怡用细腻的表演打破了女性在刑侦剧里常被当配角的刻板，让丹青成了最亮的女性角色之一。贾冰饰演的黑帮头目鲍黑让人眼前一亮，完全放下以往的喜感，演出一个阴险且情绪化的老大，叼着雪茄走路带风，嚣张的让人不舒服。王迅演的工头江红还把多疑和心虚演得很真实，瓦工被抓时的慌乱，面警时的装镇定，几句台词几处表情就把内心活动表现出来。在角色塑造这块风过留痕，确实让人留下深刻印象。剧开播4集热度破18000，这部剧用实力说明了自己不是昙花一现，也给2026年刑侦剧开了个好头。随着更多案件与主线谜团的展开，剧集仍有进一步发酵的空间。而更值得期待的是，像龚俊这样愿意为角色沉淀、为转型付出准备的演员越来越多。当流量愿意向专业靠拢，类型剧的天花板或许真的会被一点点推高。最后，希望越来越多的偶像演员能拿出像龚俊一样转型的诚意。